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一章我们说到，台湾呢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政权，台湾的历史是一部接管殖民史，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是外来政权打败了上一个外来政权。但历史上有一个时刻，台湾就差一点获得一种特殊地位。1680年代，郑经向清朝提出过一个方案，我可以称臣纳贡，但内政自主，像朝鲜一样，名义上是大清的藩属国，实际上呢自己管自己。如果清朝当时答应了，今天当下台湾的问题会变得容易很多。但康熙帝必须拒绝，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拆解这个拒绝如何影响了今天中台的三角关系的局面。我们先看看郑经的方案到底是什么。1680年代，其实清朝和郑氏政权进行了多轮的谈判。郑经提出条件，史书的记载大致如下：第一呢是照朝鲜例，称臣纳贡，每年向清朝进贡，承认清朝是宗主国。第二呢是不剃发易服，台湾可以保留明朝的发饰和服装，不强制剃发留辫。第三呢是内政自主，清朝不派官员到台湾，台湾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第四是保留军队，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负责自身的防务。这听起来怎么样？这虽然不是独立但已经是准独立了。名义上是承认你是老大，但实际上呢是我自己管自己。可能有朋友会说你这不就是朝鲜的地位吗？没错，郑经要的就是朝鲜的地位。我们来看看朝鲜在清朝统治下是什么状态朝鲜的藩属模式，第一条，每年朝贡，朝鲜国王定期派使者去北京进献贡品，表示臣服。第二条呢，国王由清朝册封，朝鲜国王继位需要清朝皇帝的批准和册封。但注意这只是名义上的，清朝不会真的去管朝鲜的王位继承。第三条呢是内政完全自主，朝鲜的官员怎么任命，法律怎么制定，税收怎么收，清朝一概不管。第四也是保留军队，朝鲜是有自己的军队的，清朝呢也不负责驻军。这就是典型的朝贡体制名义上你是我的藩属，实际上你爱怎么过怎么过，我不干涉。郑经要的就是这个，他可以接受称臣，但他绝不接受被管。这个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老查，那台湾是怎么走到郑经提方案这一步的呢？在正式之前，台湾是什么状态这个问题确实有必要拆解一下，因为只有理解台湾是如何登场历史舞台的，我们才能明白郑经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方案。来，让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三国孙权这里我们就不谈了，太远了。唐宋元时期，中国的文献里有没有台湾呢？有，但是呢是非常零星的。唐朝称台湾为琉球是的，就是大陆东南方向的那个岛屿群落。宋朝呢有批视野的记载，元朝就曾在澎湖设过巡检司，但维持的时间很短。这些记载都很模糊，而且呢基本上是知道有个岛，但不管它，因为当时中国王朝重心还是在陆地，不是在海洋台湾对他们来说就是东南海上的一个岛，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到了明朝，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一再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呢，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因为明朝总是担心沿海势力呢会和倭寇勾结，威胁朝廷，所以明朝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可问题也就来了，你禁止合法贸易，那走私贸易就会兴起，因为福建广东的商人世代靠海吃饭，你让他们不出海，他们怎么活呢？于是一群不服管的海商就开始在海禁的夹缝中生存了。他们需要一个不受明朝管辖的据点，台湾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16世纪开始的时候，王直、李旦、郑芝龙这些海商集团，当然在民间传说里他们有个更为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海盗或者海贼集团，陆续把台湾纳入他们的贸易网络。台湾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受明朝管辖的中转站，从福建出发到台湾补给，然后去日本东南亚做生意，回程的时候呢也在台湾停靠，躲避明朝的海禁检查。台湾就这样被用起来了，海盗们来了就走，不会呢长期驻扎。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台湾的南部。1626年，西班牙占领了台湾的北部，还是一样把台湾呢当作贸易中转站。但荷兰人做的比那些海贼王们更系统一些，他们建立了2座堡垒，从福建、广东招募大量的汉人劳工，开垦土地，发展农业，把台湾呢从一个临时据点变成了一个有产出的基地。这批汉人劳工呢，就是台湾汉人的早期主体之一。西班牙人在北部待了16年，1642年呢被荷兰人从南边赶走了。荷兰人就在台湾经营了38年，直到1662年，郑成功呢就打过来了。郑成功死了以后呢，郑经继位。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理顺了台湾从唐宋元的边缘视野
到明朝海禁后被海商发现并使用，再到荷兰的系统化经营，再到郑成功的根据地建设，再到郑经的准独立诉求，这是一条连续的脉络理解这条脉络呢，我们就能理解郑经为什么会提出造朝鲜力的方案，因为台湾在他手里已经不是临时据点了，而是一个有完整经济功能的贸易基地。那么郑经到底想要保住的是什么呢？表面理由很简单，反清复明已经没希望了，郑成功去世了，南明政权也早就灭亡了，郑经也把东都改成了东宁，但他也意识到继续扛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只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永无止境的战争当中，所以他需要一个体面的下台阶。但深层的动机是什么？有观点认为当初郑成功攻台的直接原因是德川幕府在1633年颁布的锁国令，以及清朝在1655年之后推行海禁的联合产物。这一系列操作导致原有的海上贸易网络被查封，所以郑氏集团被迫整体迁到台湾。这个说法抓住了结构的方向，但在时间与动因上略显简化。从时间上来看，日本的锁国令距离郑成功攻台已经有30年了，清朝的海禁也在攻台前数年就早已经存在，所以他们确实重塑了东亚的海贸环境，但无法用来单独解释1661年这一军事行动。更直接的压力确实是来自郑氏集团当时面临的现实困境。第一是澎湖补给失败，引发了严重的军粮与驻军问题。第二是清廷步步进逼，使他在福建沿海已难以维持稳定的据点。郑成功迫切需要一个可长期驻军、可屯根、可作为反清的根据地的基地。请注意老查这里没有用反清复明就是因为想帮大家做一个动机的减法。这个时刻就算不打着复明的旗号，反清这一条就足够了。更何况郑成功原名郑生，在1645年被南明的隆武帝朱玉建赐国姓为朱，改名为朱成功，因此被尊称为国姓爷。在这些动机意义下，台湾绝非是在日本的据点混不下去了，然后拿台湾当替代品，而是在一个多重压力下被选中的战略性落脚点。同样需要我们谨慎拆解的还有台湾就是倭寇本身这一说法。现在大家都有个共识，在明代的中后期所谓倭寇早就不是单一的日本浪人集团，而是以中国沿海海商为主导，跨区域运作的武装贸易网络。王直集团正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更准确的说法不是台湾等于倭寇，而是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被嵌入了这套海上武装贸易体系之中，作为据点与节点而存在。这一阶段台湾的开发动力更多源自于贸易与航线的需求，而非任何单一的政权的国家工程。从王直在平户的贸易网络，到李旦、郑芝龙在台湾设立据点，再到郑成功最后定居台湾，形成了一条海上贸易为核心的连续脉络。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由贸易传统，而忽略了原住民和福建、广东地区的移民社会的存在，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所进行的殖民性的经营，这个图景就缺乏了完整性。所以老查想说的是郑成功的动机确实很复杂，经济压力是真的，参与南明政权也是真的，但反清复明这4个字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反清，寻找一个不被清朝控制的生存空间。复明只是旗号，反清是本质。所以如果只是把这一段历史用来简单证明了台湾在那个时间只是某种千年不变的自由贸易传统的附属品，那不如说它揭示了一件更关键的事，在国家力量尚未稳定介入之前，台湾长期就是以被使用的功能节点的形态而存在了。先被海上贸易网络，也就是海贼使用，再被殖民公司接管，随后才逐步进入了国家竞争的核心舞台。好，现在我们理解了郑经的动机我们再回到他的方案。他要的内政自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表面上看是政治自主，清朝不派官员，台湾自己管理，但实质上是经济自主。郑经要的是台湾能够继续维持它作为贸易节点的功能。如果清朝派官员来会发生什么？清朝的海禁政策就会随着跟来台湾就会从自由贸易港变成了一个被管制的边疆，所以对外贸易都要经过清廷的批准，所有的商船都要接受检查，这对郑氏集团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一旦失去了贸易自由，台湾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郑经的造朝鲜力核心诉求是什么？我承认你的宗主权，但你别管我怎么做生意。这听起来很合理，对吧？朝鲜就是这样朝鲜向清朝称臣，但清朝不会去管朝鲜的内政和经济。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既然清朝可以容忍朝鲜的准独立，它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台湾呢？答案就在于朝鲜和台湾在帝国的体系里的位置完全不同。我们来看3个关键差异关键差异是地缘距离。
朝鲜距离北京有1000多公里，台湾距福建有130公里，这个距离的差异啊，决定了威胁等级的不同。朝鲜如果造反会怎么样？他们需要跨越辽东、河北才能威胁北京，这就意味着清朝有充足的时间调兵，有足够的纵深进行防御。朝鲜的造反成本极高，成功概率极低，所以清朝可以放心的让朝鲜自治。而如果台湾造反呢？130公里的海峡，顺风啊2-3天就到福建了。福建是什么？清朝的东门门户，江南财富的咽喉。如果台湾随时可以袭击福建的沿海，那清朝的东南防线就永远不得安宁。更何况郑氏集团其实已经证明过这一点。1660年代，郑成功攻打南京，差点就成功了。虽然最后失败了，转头呢夺下台湾，但给清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湾距离太近了，威胁太大，随时都可以变成反清复明的集团组织落脚点、大本营。所以清朝完全不能像对待朝鲜那样让台湾自治，因为台湾一旦有了独立的军事力量，随时可以威胁大陆。关键差异二是人口构成。朝鲜的人口是什么？朝鲜族啊，他们说朝鲜语，用朝鲜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和汉人有明确的民族区隔。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鲜的独立性不会在中国内部引起效仿。江南的汉人不会说，哎呀，朝鲜可以自治，我们也要自治，因为他们和朝鲜人根本就是不同的民族嘛。但台湾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老查呢要先带大家看看一个在台湾社交媒体上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郑成功来台之前，原住民人口几十万，郑成功你才带来几万人。这个说法想证明什么？他想要证明的是啊，台湾主体的人口是原住民，不是汉人，所以台湾和大陆呢是不同的族群关系。这个逻辑对不对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啊。首先，郑成功带来多少人啊？史料记载呢，郑成功攻台的时候兵力是2.5万人。这个数字啊，见于连横的《台湾通史》等多个史料。后续陆续迁入的民政军民啊，加起来也就数万人，这个数字确实不多。那么当时台湾有多少原住民啊？这个数字学界争议很大，没有公认的精确值。荷兰时期、明郑时期的户口统计呢，各家学者的统算差异也极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啊，在郑成功攻台期间，原住民人口确实远多于汉人移民。那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啊，被搅拌在一起了。当时台湾岛上除了南岛语系的纯原住民，还有谁啊？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从王直到李旦到郑芝龙，台湾在郑成功攻台之前已经被嵌入了海上贸易网络几十年了。而且我们也屡次提到，荷兰人在台湾的38年，他们是从哪里招募的劳工啊？福建、广东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载，他们在台湾招募了大量的汉人劳工，从事开垦、贸易和运输。这些汉人劳工在郑成功来之前就已经在台湾了。郑芝龙时期，台湾已经是他的贸易网络的一个据点。他在台湾有多少人呢？确实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肯定不会是零吧。所以当我们说郑成功只带了几万人来的时候，不能忽略台湾岛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汉人了。他们可能不在正式户籍里，但他们确实存在。更关键的是，这所谓几十万的原住民是铁板一块吗？那肯定不是呀。荷兰人统计的时候啊，把台湾原住民分为规划番和野番。规划番是什么？是那些已经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理、缴税、服劳役、参与贸易的原住民部落。他们和汉人有大量的接触，甚至有通婚、语言混用的现象。到了郑氏时期，这些规划番啊，继续被纳入郑氏的管理体系。到了清朝呢，他们被称为熟番。所以台湾的人口构成啊，绝对不是简单的原住民 vs 汉人，而是纯原住民，也就是山地东部未规划的部落。还有熟番，就是已规划与汉人混居的平地原住民。再就是汉人移民，包括郑成功带来的和之前已经就在的，还有后续移民的。所以用原住民几十万来证明台湾和大陆自古以来是两个不同的族群，想用来达到从历史角度做切割，这个操作呢是高明的，但这个逻辑啊却经不起推敲。而郑经向清朝提议的时候，他代表的是谁啊？是东部山区里的原住民吗？当然不是啊，而是台湾的汉人移民集团和已规划的原住民。而这些人在清朝的眼里，和福建、广东的汉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当然没有啊，他们说的是闽南话、客家话，他们的祖籍是在福建、广东，他们的宗族谱系还在大陆。所以如果清朝答应郑经的准独立方案，福建、广东的汉人会怎么想？台湾的老乡居然可以独立，可以不受朝廷的管辖，我们不行，我们都是福建人啊，他们去了台湾就可以自治，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而且如果真的像网友说的那样，台湾已经有几十万的原住民了，他郑成功还敢带25000人来攻台。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人口构成带来的问题啊，朝鲜可以准独立，
因为朝鲜人和汉人啊是不同的民族，台湾不能准独立，因为台湾的汉人啊他就是福建和广东人啊，一旦给了台湾特殊待遇，福建广东啊就必然想要效仿。关键差异3啊就在历史定位。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朝鲜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上一直是外国，从汉朝到明朝，朝鲜都是朝贡国，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朝曾在朝鲜半岛设过郡县，但那只是在朝鲜半岛的北部，不是整个朝鲜。而且汉朝撤出后啊，后续的朝代里就再也没有把朝鲜当作过直辖领土，朝鲜一直是藩属，不是州县。所以清朝让朝鲜继续当朝贡国，完全符合历史传统，没有人会质疑。台湾呢，这个问题啊就稍微复杂了一点了，因为在郑成功之前，台湾在中国王朝的管辖时间确实很短，但关键在于历代的朝廷里啊，渐渐已经有了开始把台湾啊纳入中国版图的概念。我们来看看史料啊，明朝在1563年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这是明朝在澎湖设立的官方机构，负责管理澎湖和台湾海域。虽然这个巡检司的管辖范围主要是澎湖，但它标志着明朝已经开始把这片海域视为自己的管辖区。到了1622年，荷兰人占领了澎湖，明朝啊赶紧派军队把荷兰人赶走了。为什么要赶走啊？因为明朝认为澎湖是明朝的领土，不能让外国人占领。虽然明朝最后确实没有在台湾本土驻军，但台湾澎湖是明朝海疆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已经确立了。老查在这里的拆解是啊，大陆政权的动机本来呢在边疆敏感度这个问题上明显是海权低于陆权，所以如果没有人刺激到帝国的边界，他也不会主动去扩张海权边界。但由于明朝开始啊历朝历代的闭关，沿海人民要生活，就不得已往外迁徙，那路过的地方肯定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面对130公里外这么一个大岛，西边对着大陆的这面又是平原，它必然会安营扎寨。那这种安营扎寨的动作啊，又会刺激到大陆政权的注意，就会因此啊把边境拓宽，直到呢吞并。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1683年施琅攻下台湾后的情况。上集我们说到啊，康熙朝廷内部啊展开了一场辩论，台湾要不要保留。大学士涂海和吏部尚书汉元等主张弃台，认为啊台湾得之无益。但施琅上了一道奏折，叫做《攻城台湾弃留书》。他在奏折里说啊，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月桥，沿毛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4省之左户。意思是啊，台湾连接着江浙闽粤，是4省的屏障。他接着说啊，隆武时曾为郑成功部将，亲历此地，备习行事，此地若弃而不守，必为外夷所居。一为外夷所居，澄海诸省断然安然无虞。如果放弃台湾，外国势力会占领它，到时候沿海各省都不得安宁。康熙批准了这道奏折，决定保留台湾。从这个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出来什么？清朝不是把台湾当外国来对待的，而是当沿海防线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的东南屏障，不是别人的国家。所以台湾在清朝的概念里啊，不是可以独立的藩属，而是必须要纳入版图的领土。对这种领土，你可以招抚，可以镇压，但绝不能给它准独立的地位，因为那等于承认我们的领土可以不完全听我们的，这会开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如果台湾可以准独立，那福建会不会说我们也要准独立？那广东会不会说我们也要准独立？清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啊，会从根本上瓦解。所以在这里啊，老查呢也斗胆问一问各位观众朋友啊，你们觉得当今老共的谋士智囊团里有多少个施琅，又有多少个涂海和汉元等呢？好，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的3个差异啊。地缘距离，台湾呢太近，随时威胁福建；人口的构成，台湾的汉人等于福建广东人，给台湾特权会引发效仿；历史定位，台湾是领土，不是藩属。这3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清朝不可能答应郑经的方案。在老查的节目里啊，我们会经常做思想试验，假设康熙答应了，会发生什么？我们来推演一下。1683年，台湾成为准独立藩属，郑经向清朝称臣纳贡，但保留了内政自主权，可以自由进行对外贸易，看起来问题解决了。但接下来会怎样呢？福建泉州、漳州的商人发现台湾的船可以自由往来日本、东南亚，不受海禁的约束，他们就开始质疑朝廷，台湾可以，我们不行，我们都是福建人啊。朝廷怎么回应？说台湾是特例吗？那它为什么是特例啊？于是来到1695年，裂缝呢就会扩大。广东和浙江的商人也发现这个漏洞，他们也开始施压，我们也要台湾的待遇。朝廷呢就陷入了两难，拒绝吗？商人会大规模偷渡到台湾，答应吗？海禁政策就彻底执行不下去了。然后来到1700年，地方呢就开始失控了，
福建、广东、浙江地方的官员发现啊，中央的海禁政策在地方上完全执行不了了，商人们要么偷渡，要么明着要求学台湾。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压，要么开放海禁，要么给我们自主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啊开始激化。再到了1705年，康熙这时候才发现，他给台湾的准独立啊，不是解决了一个台湾的问题，而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沿海各省都在效仿台湾，要求民意归属，实质自主。中央的政令啊，越来越难以贯彻，帝国的统一性开始从根本上瓦解。到了这里啊，老查想请大家一起想一想，康熙作为皇帝，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台湾问题啊，而是整个沿海地区的离心倾向。所以郑经的方案不是合理的妥协，而是帝国解体的第一步，康熙必须拒绝。但我们还可以再往深处看一层啊，为什么清朝对准独立这么敏感？因为中国帝国有一套独特的圈层管理逻辑。中国历代王朝对疆域的管理不是一刀切，而是分成不同的圈层，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核心圈叫郡县制，也就是帝国的核心地带，直接派官员管理，完全纳入中央行政体系，税收、兵役、法律全部由中央统一制定。江南、中原、四川都属于这个圈层。再来到中间层，也就是记迷制，这是帝国的边缘地带，承认地方首领的统治权，但要求他们名义上臣服。朝廷啊会给他们分号，他们定期朝贡，内政基本不干涉，但不允许他们完全独立。西南的土司制度就是典型的记迷制。再来到外圈制，也就是朝贡制，这是帝国之外的外国，承认他们是独立国家，但要求他们定期朝贡。朝贡是一种名义上的臣服，实际上朝廷不会管他们内政的。像朝鲜、越南、琉球都属于这个圈层。这三个圈层啊，界限是很清楚的。核心圈的地方绝不能退化成中间圈和外围圈，因为一旦退化就意味着帝国的收缩，而帝国的收缩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地方会效仿，要求同等待遇。那么台湾在这个圈层体系里应该是哪一层呢？郑经要的是把台湾从核心圈降格为外围圈，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像朝鲜一样称臣纳贡，但内政自主。这意味着台湾从郡县变成了藩属，这对清朝来说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么关键点来了，在清朝的认识里，他们觉得台湾曾经是或者应该是核心圈的一部分。是不是熟悉的味道来了？就因为明朝设过澎湖巡检司，而后明的郑氏政权在台湾建立了完整的州县制度，台湾在概念上已经是州县，不是藩属。如果清朝把台湾降为藩属，就等于承认中国的领土可以降格。这个口子一开会发生什么？刚才我们说了，福建会说我们也可以降格成藩属吗？广东会说我们也要内政自主，甚至江南、四川都可以效仿。帝国的圈层体系啊会全面崩溃。所以啊，清朝对郑经的拒绝不是针对台湾，而是在维护整个帝国的圈层秩序。一旦有一个核心圈的地方被允许降格为外围圈，那其他地方当然会争相效仿啊，帝国的统一性会从根本上瓦解。所以老查啊，每看到很多台湾的网友问，为什么老共不肯放过我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古以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可以理解这背后的结构性逻辑了。如果朋友们想知道这套帝国逻辑在21世纪是否还适用，那欢迎去看看老查的另一个系列影片啊，叫《革命党的末世过河》，那里啊有更多当代视角的分析。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这个决策过程中，施琅扮演了什么角色啊？为什么施琅这么坚持必须完全收复台湾呢？因为他太了解郑氏集团了。施琅本来是郑芝龙的部将，并且随着他降清，然后呢他又转投了郑成功，到后来啊又和郑成功闹翻，再次投降了清朝。他在郑氏集团待了10几年，对郑氏的运作模式了如指掌。他知道郑氏要的是什么。郑经说的造朝鲜力，表面上是要准独立，实际上呢是要保留台湾作为贸易基地的功能。如果清朝答应，郑氏集团会继续壮大，台湾啊会继续成为东亚海上贸易的枢纽，郑氏会继续累积财富和实力。10年之后，台湾会更强，更难对付。20年之后，郑氏可能会再次威胁大陆。所以施琅这位在台湾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平叛功臣，有人呢说他是带路党。他主张啊必须一次性解决，不留后患。还是在他的《空城台湾契留书》里边，他说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4省之要害，得之则沿海宁易，失之则寇愤之慢。台湾虽然是岛，但关系到4省的安危啊，拿下它，沿海就安宁；失去它，海寇呢就会猖獗。他还说啊，今若取之，则我可以制夷；弃之，则夷必拒之以制我。现在拿下台湾，我们还可以控制外国势力；如果放弃，外国势力会占领它，反过来威胁我们。施琅的建议啊，不是占领台湾，
而是必须把台湾完全纳入版图，不能给任何的自治空间。康熙呢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郑经的方案被拒绝。清朝决定台湾必须设官驻军，纳入福建省的管辖，不能给任何准独立的空间。但清朝怎么确保台湾不会再出现准独立的诉求呢？答案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台湾永远无法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我们来看看清朝的具体做法这是一套双轨锁定的策略。第一轨，官员流动制。上一集里呢，我们简单说到，清朝规定台湾的官员必须从大陆调派，任期3到5年，任期结束后必须离开台湾，不允许在台湾长期任职，更不允许在台湾置产娶妻。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清朝的常规制度吗？而且从宋朝开始，中国就有了官员回避制，官员呢不能在老家任职，任期也要有限制，这根本就不是针对台湾的特殊政策呀。这个质疑很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清朝对台湾官员的限制比内陆严格得多。我们来对比一下，内陆官员的限制呢是不能在本级任职，主要呢是为了避免地方势力的勾结，任期一般3到6年，但可以在任职地置产，可以带家眷，可以娶妾。而台湾官员的限制必须从大陆调派，因为台湾本地人基本当不了官，任期呢3到5年，禁止在台湾置产，禁止携眷，尤其是禁止娶台湾本地女子。关键就在这2条额外的限制禁止置产和禁止娶妻。为什么要加这2条因为清朝担心你置产就是准备在台湾有长期利益，一旦官员在台湾有土地有房产，他就会开始关心台湾的地价、税收和开发，他的利益会和台湾本地的豪绅绑在一起。而娶妻就等于和本地的势力结为姻亲在传统中国社会，姻亲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枢纽。一旦官员娶了台湾本地女子，他就和本地的宗族网络连在一起了，他的子女会是台湾人，他的利益会和台湾本体势力融为一体。所以清朝禁止台湾官员置产娶妻，这就是要确保这些官员永远是外来者，永远不会成为台湾本地利益的代言人。这和内陆的官员回避制完全不同。内陆官员虽然不能在老家任职，但可以在其他省份扎根，但台湾的官员不行，他们必须保持临时性和外来性，他们来台湾就是出差，不是定居。这才是清朝对台湾的特殊限制。因为官员在台湾有了家业，有了人脉，就要开始维护台湾的利益，而不是朝廷的利益。久而久之台湾就会形成一个地方利益集团。所以清朝要用官员流动制来防止这一点。官员来台湾就是临时出差，他们对台湾没有感情，没有长期利益，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不舒适，安全任满，回大陆升官。这样一来，台湾相当于永远封杀了自己的官僚阶层。第二轨道呢，就是重点来了，分化本地的势力。清朝对台湾的本地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式旧部有能力的调去大陆，留在台湾的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当豪绅，但不给他们政治权利。而且呢，清朝刻意保持台湾内部的分裂，闽南人、客家人有矛盾不管，漳州人和泉州人械斗也不管，只要不威胁官府就不管。为什么？因为清朝知道台湾内部越分裂，就越不可能联合起来对抗朝廷。这其实和清朝对西藏、蒙古的管理逻辑是一样的，让地方势力保持分散，让他们互相制衡，这样朝廷就可以轻松控制。这2轨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锁定机制。台湾的官员来自大陆，效忠朝廷，任期短暂；台湾的本地势力分散弱小，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台湾永远无法形成自己的统治阶层，永远无法提出类似郑经的那种准独立的诉求了。讲到这里老查呢想借用一个在台湾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大意是说呢，郑成功侵略台湾的领土约 15%， 其余呢都是原住民的。中国的大清呢也最多呢也只有 30%， 这充分证明了大陆呢根本就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老查呢给大家猜一下这个说法想表达的是什么？他想要批评的是你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结果你连台湾大部分领土你都没控制，凭什么说属于你呢？这个批评有道理吗？我们来看看清朝到底控制了台湾多少领土。清朝把台湾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明蕃杂处之地，也就是西部的沿海平原，这是汉人移民和熟蕃，也就是规划原住民的混居地区，设有州县，征收赋税，有官府管理。这部分是清朝呢是完全控制的。第二部分呢是熟蕃地界，这里呢是已经规划了原住民的部落，他们承认清朝的统治，缴纳呢蕃饷，类似于一种税收清朝会派理蕃同知来管理，但不设州县。这部分呢是清朝间接控制的。第三部分就是生蕃地界了，就是山地原住民的区域。这些呢是尚未规划的原住民部落主要呢是在中央山脉和东部。清朝用土牛沟等界限来分山，一方面禁止汉人进入，
另一方面呢，也不会主动去征服。这部分啊，清朝呢是分禁的，不管的。那么郑成功15%，清朝30%，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如果我们只是算啊设官管理的州县地，那确实清朝直接管理的只有西部沿海平原，大概也确实只占全岛的30%左右。听起来好像终于找到实锤的证据了，但问题在于清朝从来不是通过宣称控制了所有台湾的土地来表示自己的主权的呀。清朝的逻辑是台湾府是清朝的行政区域，这个没错，但深藩地界不在行政管辖范围内，这也是公开承认的。这不是说清朝控制不了，而是清朝选择不控制。那为什么选择不控制呢？第一是成本太高，要征服山地原住民需要大量的兵力，山地作战困难，补给线又长，伤亡又巨大，投入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第二呢，完全没有必要啊。山地的原住民对清朝没有威胁，他们不会组织起来攻击汉人的居住地，更不会威胁清朝的统治。既然没有威胁，我为什么要去花银两去征服呢？第三啊，分境更有利于稳定。如果允许汉人进入山区去开垦，那势必会引发汉人和原住民的冲突啊，冲突越多，官府就越难管理。所以不如直接分境，你们各过各的，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清朝对台湾的管理啊是分层的，西部平原完全管理，平地藩社间接管理，山地藩社分境不管。这和清朝对整个帝国的管理逻辑呢是一致的。核心地带郡县制，边缘地带羁縻制，更外围朝贡制。台湾也一样，它只不过呢是一个内部的分层结构。那么清朝只控30%，能不能证明台湾就不属于清朝呢？那当然不能啊，因为属于不属于不是按照控制面积来算的，而是按照政治归属来算的。换句话说，如果这时候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再回来，去到这70%的山地里去展开活动，那清朝才会出手。我可以默认和容忍我的地盘里有可以自治的少数民族，但不能说由于这些地盘是我划给少数民族用来生存的，那就不是我的地盘了。这个切割的叙事手法呢有点高明，但其实呢也经不起推敲。举个例子啊，清朝对西藏的控制主要呢是拉萨和几个主要城市，广大的藏北草原、阿里地区，清朝呢也是名义管辖，实际不管。那就能说西藏不属于清朝吗？那当然不能啊，因为你达赖喇嘛接受清朝的册封，西藏在名义上就已经是清朝的一部分了。台湾呢也一样。于是呢，在台湾本土呢还流行一种说法，你大清这么爱台湾，这么重视台湾，那当初还把台湾卖给日本，你这么爱台湾，当初就应该割的是北京啊，而不是割台湾呢？这个质问抓住了什么？他抓住了清朝对台湾的工具性定位。1895年马关条约，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因为在清朝的逻辑里，台湾是可以割让的，它不是核心地带，而是边缘地带。割让台湾不会动摇清朝的统治根基，如果割让直隶，也就是北京周边，那就亡国了。所以清朝选择割让台湾，这能证明清朝不爱台湾吗？当然不能啊，因为清朝爱不爱某个地方从来不是按照感情，而是按照战略价值。1895年台湾的战略价值是什么？肯定是远低于保住北京、保住清朝的政权呀。所以台湾可以割让，这不是虚伪，而是帝国的理性选择。但这种理性选择呢，对台湾人来说却恰恰是第一次被清晰地告知，你们在帝国眼里是可以被牺牲的。这种被割让的经历会在台湾人心里留下什么呢？我们会在下一章节目里继续和大家讨论。好的，我们今天讲了震惊的准独立方案，也讲了清朝为什么必须得拒绝。整个节目呢，老查想拆解的第一点，就是为何从大陆政权的视角来看，台湾和大陆在结构上是不可切割的，因为地缘、人口、历史定位三重结构将其锁定。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说，老查你终于露馅了吧，你果然是个统派。并不是啊，主要呢是因为老查在制作这系列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如果仅仅是因为情绪、因为冤屈、因为不满，就用信息差来做强行切割啊，虽然在情感上可能很爽，也很能说服自己和一部分人群，但对理解整个族群的根源啊，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切断的不只是历史，还有理解自己从哪里来的线索。就比如现在承认结构上的不可切割，不等于否定本土意识的存在。恰恰相反，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就是把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关于台湾人认同的珍贵碎片一片片捡起来，还给台湾朋友们的同时啊，也用来给所有华文圈的朋友们一起查阅。就譬如今天的影片，如果我们把清朝、郑经、施琅等等这些名词去掉或者换掉，你甚至可能以为老查我在说时政，是在说今天当下的情况的。因为这些碎片啊，不在统派的叙事里，也不在独派的宣传里，他们散落在历史的缝隙里，等着被看见。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今天收集的碎片一：
郑经的不甘心。郑经向清朝提出造朝鲜历的时候，他想要的不是反清复明，而是不被管。我可以承认你是老大，但你别管我怎么过。这个诉求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第一次清晰地表达了，在台湾的这群人和大陆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福建人暂住在台湾，他们已经开始把台湾当做了自己的地盘。这种感觉虽然还很模糊，虽然还没有台湾人这个名词，但它是一种主体感的萌芽。这是我们地方，不是你们的。碎片2呢，是清朝200年的被管感。清朝对台湾的管理，我们刚才说了，官员来自大陆，任期短暂，禁止置产娶妻，本地势力被分化，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什么？造成了台湾本地持续200年的被外人管的感觉。那些官员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却不是我们说了算。这种感觉会怎么样？它会慢慢沉淀成一种集体记忆，我们一直被外来人管着，我们从来不是主人。这虽然不是台湾认同，但它是异己感，一种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感觉。碎片3呢，是200年间不曾停歇的不服气。清朝统治了台湾200年，发生了100多次叛乱，3年一小反，5年一大乱。我们之前说过这些叛乱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分散，缺乏组织，没有明确的建国目标。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叛乱这么频繁？为什么同样是清朝统治，福建、广东并没有那么多的叛乱，而台湾却从来没有真正安分过呢？是不是因为台湾人心里一直有一种不服气呢？这种不服气不是简单的反抗压迫，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情绪。凭什么你们来管我们？我们明明可以自己过得好好的。这种不服气虽然没有形成清晰的意识形态，虽然没有凝聚成台湾国的旗帜，但它一直在那里，它会在台湾人的血液里流淌，它在等一个契机。所以大家看，从郑经到清朝200年，台湾人这个概念确实没有真正成型，它没有政权，没有旗帜，没有宣言，但它的碎片已经在那里了。这些碎片很小很零散，在大历史的叙事里，当下统派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独派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可以看到这些碎片不在任何一种宣传里，他们只是真实的存在过。那些在台湾土地上生活的人，无论在任何机缘下了解到这些碎片，他们很难没有同样的感受。那么这些碎片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捡起来，被拼成了一面旗帜呢？1895年，那一年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在日本军队登陆之前，台湾岛上的士绅、官员、民众第一次以台湾人的名义宣布成立一个国家，它叫台湾民主国。它存在150天，但这150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把那些碎片正式拼起来的时刻。它为什么会出现？它为什么只存在了150天？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这150天里，在台湾人的心里留下了什么？下一章我们来拆解，台独终于成功了，虽然只有150天。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欢迎继续关注中东台关系系列节目，请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